众所周知，岛国的推理都是以社会派为主，跟欧美地区的推理相比，它更加注重故事性和影响力，结局往往都会体现出人性的善与恶。我想，这就是大家更喜欢看日系推理的原因吧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岛国经典神剧推理要在晚餐后的第5集。天才漫画家杀人事件，女主保生粒子是岛国顶级富豪的千金，为了证明自己，她隐瞒身份成为了一名小刑警。男主影山是她的贴身管家，拥有超强的推理能力。女主的上司名叫风纪，是一个出了名的老色批。一大早刚见面，风纪就吐槽着昨晚他和女神在这附近约会，女神突然生气的走了，包都没拿，让风纪拎着包好一顿追。说完，粒子不想理会他，回了一句666就径直走进了案发现场。到了晚上，粒子像往常一样向影山抱怨，今天他又遇到了一桩奇怪的案件。死者名叫香苗，是岛国超人气漫画《国历日记》的作者，死亡时间是昨晚的9点至11点之间，死亡地点在国立神社里面。死因呢是被人用刀刺穿了胸部，但奇怪的是，凶器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，并且死者的钱包和手机全都消失不见。对此，风纪警官认为这是一起抢劫杀人事件，然而粒子却声称这起案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说完，影山非常的失落，因为他也是《国历日记》的粉丝。《国历日记》是岛国的超人气漫画，到目前为止一共连载了12年。死者原本决定在这个月发布最终话，然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《国历日记》突然宣布休刊，而且在最新一集的漫画中，男主和女主也因为一点小矛盾分开，观众们都非常的期待男女主能在最终话里和好，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接着，粒子继续向影山说起了今天的调查结果。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是神社的公司全藤浩二。据他所说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死者经常来神社参拜，看他的脸色，像是在担心着什么不好的事。接着，浩二还说，昨天是神社供奉财马匾额的日子，来这里的人很多，但是有一个人让他印象深刻。昨晚一个男人从神社门口跑过，手里拎着个女士包，在发疯似的狂奔。说完，风纪警官立刻加派人手，开始着手调查这名嫌疑人。随后画面转过，粒子和风纪来到死者香苗的住所，刚到门口就被震惊到了。按理说，国历日记这么成功，赚来的钱都够买10几座豪华大别墅了，可没想到死者竟然还住在这小小的公寓里，12年来都没有换过。经调查，房间里非常的干净整洁，并且书桌上还放着国历日记最终话的文稿，旁边还有一张合照。据房东所说，照片上的男子名叫藤野，与死者是情侣关系。12年前，两人搬到这间小公寓里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名气。香苗负责创作故事，藤野则将故事画成漫画，两人和和睦睦的，关系非常融洽。然而后来，两人创作的漫画爆火，藤野就彻底变了，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因为此事，他们也就分了手。但是经过协商讨论，国历日记还是由两人共同完成。说完，房东声称，前不久两人在门口还大吵了一架，原因是藤野想要改变漫画里面女1号的画法，而香苗呢坚决不同意，藤野就放出狠话，不再继续合作。原来这就是发布最终话前作者突然宣布休刊的原因。现在看来，藤野的疑点最大。然而，他是真正的凶手吗？这是一部剧情反转再反转的高分推理神剧，不看到影片的最后一刻，你绝对猜不到故事的真相。超人气漫画《国历日记》的作家突然死亡，经调查，他的前男友藤野是重大嫌疑人。听完房东所说的这些，风纪警官认为杀人凶手就是他的前男友。两人因为作品发生矛盾，大吵了一架之后，前男友便对香苗起了杀心。现在只要调查清楚昨晚藤野的行踪，那么就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。原本以为案件马上就能告破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死者邻居所提供的证词让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。邻居表示，昨晚9点半，他看到死者出了门。结合警方的调查结果，原本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在9点至11点之间，然而现在却变成了9点45至11点，因为从死者的公寓到神社里面，开车最快都要15分钟的时间。随后，两人又找到嫌疑人藤野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藤野的证词却是这样的：昨晚9点左右，他和编剧在餐厅吃饭洽谈新合作，两人一起吃了生拌章鱼、榨菜炒豆腐，并且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还看了一场棒球比赛的直播。藤野表示，他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当时高柳选手打了一个反超的3垒。最后两人吃完饭看完比赛，在9点半的时候分开。后来他又独自一人去了咖啡店，在里面一直待到了晚上11点。经过调查，咖啡店的老板表示，这段时间藤野的确一直待在咖啡店里面，看来他没有撒谎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最大嫌疑人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凶手到底是谁呢？随后画面转过，粒子又调查到，每天晚上的10点钟，附近一所学校的大学生都会准时围着神社夜跑，但是昨晚学生们并没有发现躺在路边死者的尸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完，粒子想起神社的公司全藤浩二曾说过，昨晚10点半，他看到了嫌疑人拎着一个女士包从门口跑过。综合所有的调查结果，看来凶手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在10点至10点半之间。
可是这段时间，最大嫌疑人藤野一直待在咖啡店里。栗子表示怎么都想不通，明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藤野就是杀人凶手，可是为什么他总是有不在场证明呢？说完，影山表示他已经知道了谁是真正的凶手，并且案件中的几个证人们有人在说谎。那么到底是谁说了假的证词呢？他又为什么要这样？晚餐过后，影山开始了最后的揭秘。首先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，神社的公司全藤浩二。他声称昨晚10点半看到了嫌疑人手拿着女尸包在狂奔，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杀害香苗的凶手，而是昨晚惹女神生气，拎着包追女神的风纪。还记得影片刚开始，风纪向栗子吐槽着昨晚发生的事，他自己也说过昨晚他在这附近拎着包狂追女神。真相原来是这样。接着是昨晚10点钟准时夜跑的大学生，他们没有在路边发现死者的尸体，这是因为昨天是供奉财马匾额的日子，那里挂满了人们写下的留言，所以死者尸体被密密麻麻的匾额挡住了，才没有被夜跑的大学生们发现。解释完了这2点，影山声称藤野的证词有一个最大的疑点，那就是他过分强调9点之前和编剧一起干了些什么，甚至连吃了什么菜都详细的说了出来。然而9点半过后，他的证词却只有在咖啡厅里待着，什么细节都没有。他这样像是故意在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。然而他为什么要过分强调9点之前的证词呢？影山表示，如果藤野他是真正的凶手，那么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就是在9点之前。可是调查中有一个证词和这一点是互相矛盾的，邻居明明说过9点半才看到死者出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影山表示，这是因为死者的邻居也做了假证。说到此处，栗子也终于明白了，原来真正有杀人动机的不是藤野，而是死者香苗。香苗让邻居做了假证，证明自己是9点半出的门，然后他想在9点之前杀掉藤野，结果却意外的被藤野失手反杀。栗子声称这就是案件的真相，完成了最后的揭秘。他一脸得意，可影山的眼里却写满了忧愁，看来案件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接着影山表示，今天早上藤野从警方那里得知了死者邻居所提供的证词，现在他肯定也发现了邻居和香苗是一伙的，邻居有生命危险。说完，两人立刻前往邻居家，果然发现了正在行凶的藤野。他打算杀掉邻居灭口。事已至此，藤野也道出了案发当晚发生的事情，原来他真的是被香苗叫出去的那一个。两人见面之后，简单的交谈了几句，香苗就直接掏出匕首朝着他刺了过来，不料被藤野给失手反杀了。现在看来，藤野才是那个真正的受害者。然而就在此刻，影山突然表示，其实香苗找邻居做假证并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藤野制造不在场证明。原来香苗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他在争执的过程中将匕首故意插进了自己的身体里，然后脱掉手套，这样一来凶器上也就没有凶手的指纹。说完，栗子一脸疑惑地问道，可是香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原来香苗做这一切是为了完成国立日记的最终话，他早就预想到了藤野在失手杀人后会做些什么，他猜到了藤野肯定会去拜托住在附近的编剧帮忙，让编剧给自己做伪证，条件就是完成国立日记的最终话，以这个作为报酬。除此之外，香苗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那就是他已经得了绝症，时日不多了。财马匾额上有一则留言是香苗写的，希望瑞卡还能再多活几天。然而瑞卡呢，就是国立日记里的女一号，同时瑞卡的另一个真实身份也就是香苗，她将自己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写进了漫画里。香苗她早就写好了国立日记的最终话，漫画的结尾，男女主没有因为矛盾彻底分开，而是选择了和好。只可惜这些都是她的幻想和愿望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不看完真的想不到，这一切竟然是死者自己精心策划完成的谋杀。为了国立日记，也为了他们两人最初的梦想，香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最后藤野也决定了不改变漫画女主的画法，完成国立日记的最终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